各位好，我是被耍猴3个月依然没有买到4090的胖哥，但是我又以种种理由和需求抢了一台新 PC， 比如觉得3090不贱卖的话就出不掉，放着吃灰又浪费，那不如再弄台电脑放在客厅玩游戏。又因为前些日子主板坏了，维修了2个多礼拜，感觉得有一台备机才行。总之呢，就是多了台 PC。今天就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硬件的选择、翻车经历以及散热的处理。这次 CPU 选了 13700K， 这代英特尔发力不错。如果用作生产量，我会选择 13900K， 玩游戏我觉得i7足够了。圈里大佬经常说帧率低是因为 CPU 拉垮，那我打算回头和 AMD 上一代的 5900X 做一下对比测试，看看有多少的加成。那 CPU 分上我买的是猫头鹰的 U12A， 其实从性价比的角度考虑，我会选择 FC140 或者 FS140， 但它们的体积太大了，操作不便。你换个内存都会导致你显卡和 CPU 分散重新拆装一遍。所以这是我买了单塔的 U12A， 不过它的中文说明书的字体很小，看起来相当费劲。这么贵的散热器还在说明书上这么抠抠搜搜真的不应该。那装好之后，我进行了半小时的压测，室温为17度。U12A 是压不住 13700K 的。那可以看到大部分核项都到了100度，那 CPU 呢也有所降频，这算是在意料之中。我一个群友装机刚好跟我一样用到 13700K， 不过他用的是 R80 冷排，我让他帮忙测试了一下，结果非常有意思。如果单考 CPU 也会有很多核心上100度。但是加上显卡压测之后反而稳定在70多度，那4090的散热效果真的是好得过分了。当然压测和实际使用并不是一回事，我游戏实际玩下来CPU 的频率一直很稳定，但是我还是很担心夏天的散热问题，所以我还是做了降压处理。那待会儿告诉大家怎么操作。主板买的是微星 Z790， 它的说明书也变成了快速指南，不过比我之前买的华硕好一点的是，它的面板接口都写清楚了。那我不必像之前一样扫华硕的二维码，然后通过极其糟糕的网络，在它的公用文档中去通过数针脚数找到我那块主板对应的接口。但一些重要的信息快速指南上依然没有，比如说主板的纠错灯的含义、内存安装的建议等等。那如果不是频繁装机的玩家，在装机的时候肯定是要去下载说明书查看，这样体验真的很差。那这块主板有一点让我不适应，它没有机箱喇叭的插针，而是变成了上面提到的主板纠错灯，这让我很没有安全感。以往开机以后听到第一响就知道机器没有问题。那这块主板我第一次开机之后纠错灯循环闪烁，那重启2次之后LED 全面。那这应该是通过自检，但是我的屏幕依然没有显示，这时候就让我不知所措了。瞎折腾老半天屏幕亮了，那至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那我们再说一下怎么通过 BIOS 降频。我一开始调整的是 Offset 选项，但不知道是不是姿势错误保存之后直接无法开机。那么重置 BIOS 之后呢，我发现另外一个 CPU Light Load 选项，默认情况下是 Mode 9，注意此时的电压。然后呢，我直接手动设置成了 Mode 1。那重启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电压是 1.026 伏。那再次压测40分钟只有4个核心上了100度，然后全程满频率运行而且我反复测试了几次降压前后的跑分情况，降压后不仅温度下降，跑分还上去了。电脑用到现在快1个月非常稳定，所以待会儿呢可以试试这个姿势。内存用的是之前3200赫兹的 DDR4， 正好4根，那新老机器分一下刚刚好。反正他们2个芯片组都是双通道的。然后呢，我打算再测一下2根内存和4根内存在游戏下的差异。如果测试的结果较为明显的话，那我就再买4根好了。现在买内存是个好时机你看我去年买的价格，再瞅一下现在的价格，真的是，不说了。那硬盘是2条980 Pro， 虽然现在已经不是最快的了，但是你买更好的意义我觉得也不大。显卡也是老的3090呢，继续等4090了。之前加价买3090是因为没有显卡用，4090我就不着急了，任由它慢慢耍猴。那希望这次呢能中签。大屏3090的电源我放成了1000瓦的新股。那当时4090刚出来的时候ATX 3的电源也没几个，也就辛苦这块有货还便宜，那就买了。结果显卡等了3个月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机箱，我特别喜欢全铝合金的机箱。不管是我的 HTPC 服务器还是老的 PC 全是全铝合金的。
但是现在市面上已经没有适合风冷的中塔全铝箱子了。有些 DIY 品牌的全铝合金的箱子看起来不错，但是根本没有任何的防尘和降噪设计。我是体会过防尘板的好处的，这是我老 PC 底部的防尘板，打开机箱内部其实还是可以的，所以我只要把这个防尘板清理一下就可以，非常的优雅。最后呢，我还是选择了 Defend 7，它的材质和外观是没法入我法眼的。但是它的防尘网、隔音材料、宽敞的走线、分散的集线器、恰到好处的开孔还有很多细节真的很棒。不过我第一次到手我要装主板的时候发现它的固定螺座不仅是脏的，而且还是花的，并且下面的穿线也有很多灰相当的诡异。那问了一下客服怎么处理客服二话不说，直接让我退回换货。后续的一些操作让我对他们的服务都非常满意。但是等到让他们退我垫付的邮费后我感觉自己有被冒犯到。我退回的时候呢，已经截了已付80元的截图给客户，但是退款的时候却跟我说，因为有运费险抵扣了11元，所以会少给我11元。然后呢，我只能点到快递记录再次声明，80元就是抵扣后的实付的快递费用。但是看客服这个反应感觉我要摊他11元一样了。扯远了，我们书接上文。新的机箱到了之后没有任何问题。这里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装电源的时候你最好要把电源的分散的防护罩拆掉，那否则很可能跟我一样拔出来的时候卡住底部的垫片。另外强烈建议各位把需要的电源线先全部接上再塞进去。那整机装好之后运行起来非常安静。然后机箱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它的顶盖是可以更换的，默认是封闭的顶盖，包装中呢还自带了镂空的顶盖。我打算夏天实在扛不住热量的时候再把它给换上去。那整机除了材质和外观略有遗憾外，它还少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硬盘灯。我插机箱面板线的时候才发现它竟然没有硬盘灯那在以前电脑卡顿或者游戏运行加载场景缓慢的时候，我都会习惯性的去看硬盘灯是否闪烁，那是不是硬盘读写造成的卡顿。那现在虽然都是用 SSD， 而且速度越来越快，但是没有硬盘灯我多少还是有些不适应的。OK， 那今天的分享呢就这样，如果对各位有所帮助那再好不过了，欢迎大家3连。前面提到过的 CPU 对比测试和内存对比测试各位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游戏，想知道测试结果可以告诉我，我会酌情加到后续的视频中。感谢各位的观看，拜拜。